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无名细节再次上分，一个动作透露出梁朝伟和王一博的关系传承。影片《无名》中有一个梁朝伟在监狱内等人的镜头反复闪现，他吸烟、踱步、坐下、脚尖点地，看似相差无几的镜头，却因为一个细微差别，让观众在领会到电影的节奏感的同时，敬佩与导演沟通全局的能力。如果顺序描述一下电影情节中梁朝伟、王一博这方的情节线索是这样的：梁朝伟扮演的何主任放走了江疏影扮演的江小姐，江小姐给了何主任一份日本在沪要人录。汪精卫死后，大鹏扮演的唐部长代替国民党和日本人和谈，梁朝伟为了破坏和谈，派黄磊扮演的张先生安排人杀了日本公爵。杀害公爵的码头暴露，张先生投降，潜伏的何主任接洽。为了保护周迅扮演的陈小姐和其他组织成员，何主任杀了张先生。何主任暴露撕开之前，和王一博扮演的叶先生商定更深层的潜伏。叶先生一步步取得了森博之扮演的杜部的信任。叶先生去抓捕何主任，二人激烈打斗，抓捕何主任。杜部给叶先生看了满洲军事防备图。叶先生被委任主任，抗战胜利，叶先生和杜部一起被捕，杜部要回家乡种地，叶先生切腹杜部。导演打乱了这个时间线，让故事以另一种更加激活感觉、更加坚固表现的顺序出现在观众面前。梁朝伟等待在监狱内的那幕戏，虽然在影片中几次出现，但是他焦急等待的状态中，在杜部给叶先生看了满洲军事防备图后，皮鞋点地，哒的一声，像是某种一锤定音。如果王一博是一支弩箭，我们知道，这哒的一声，就是机簧已扣好，随时可以发出致命一击了。也是在这一瞬间，剧情在观众的心中豁然贯通，梁朝伟和王一博的传承已经完成。在身份暴露后，梁朝伟知道自己这株大树迟早倒下，在他倒下之前，用力把自己做成一张弓，要射出最锋利的箭。王一博想通了这一点，我们再来看剧情，方才知晓，原来一切早已埋下伏笔。战争对于被侵略的人民和土地是残酷的，但是对于战争投机者，却是他们荒谬的幸运。比如森博之扮演的杜部，杜部本身是一个农民，但是在他们侵犯的国家里，却可以成为沾满血腥的特务头子。不过虽然他残忍、冷酷，做到高官的职位，也要受他本身见识和智力的局限。这是侵略者的荒谬，也是反抗者的机会。梁朝伟和王一博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。杜部嘴巴很碎，满腹牢骚，会和中国人抱怨东条，抱怨他们自己的战争策略。侵略者和被侵略者讨论自己的战争策略，这城府也真的是没谁了。然后呢，大鹏扮演的唐部长和梁朝伟扮演的何主任，明显不是很给这位面子。他们像那个面对不喜欢又不得不合作的同事的你一样，时常忍不住要刺一句。比如杜部为江小姐惋惜的时候，何主任那一大段讽刺的台词，还有杜部说我真的要切腹了，唐部长说你不会的，真正切腹的人不会说出来。而杜部的智商停留在听得懂反驳不出的区间，所以想来也是憋闷的。叶先生就不同了，叶先生对杜部甚至是恭顺的。何主任不吃日本食物，叶先生可以陪杜部吃日本食物。叶先生日常我也不饮酒，
但是可以陪杜布小酌到面色颓然。尤其是汪精卫去世那个时间节点之后，我没有被团结的价值轻易便让杜布觉得自己取得了叶先生的依赖。从杜布的角度看，叶先生杀伐果断，有利用的价值。叶先生年轻狠戾，是后来的激进者有可利用的可能。叶先生对自己颇为依赖，恭顺亲信。而更微妙之处，叶先生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人。这里要感谢王一博的形象和他的表演。他英俊、苍白、寡言、冷峭，在最后和战损时，眼底清冷冷的、微润的下三白向上一扫，隐约一种楚楚气质浮现。被看的人真的会忍不住做些什么来回应这种依赖。杜布高谈阔论满洲的坚固，叶先生似不信又不忍，逆着他说的样子说希望如此。杜布立刻去拿了满洲军事防备图给叶先生看，努力去浮掉叶先生眼睛里那一点点不信。他狂妄地说必然如此。酒醉的局中人不知道，但是屏幕外的观众看得出叶先生兴奋的喉头颤动，但是他刻意做出不急不缓的样子去看地图。他记下来关键信息，兴奋地和杜布说五运长久。杜布昏昏然的就这么把自己后路断了。可以说，在抗战胜利之前，叶先生投其所好的取得了杜布的信任。那么在抗战胜利之时，卡车上那场戏，则是何主任和叶先生合演了又一出大戏，帮叶先生加深了这场信任。这时候虽然日本战败了，但是杜布的被优待甚至被任用的可能，一方面作为地下党，叶先生需要继续跟进获取情报；另一方面，作为被压迫被损害的中国人，叶先生也不会允许杜布全身而退，所以他需要取得更深层的信任。叶先生和何主任都是懂人心的，起码非常非常了解杜布。抗战胜利，杜布作为阶下囚，看到被释放的何主任，他是仇视敌对的，他不能忍受输了这个结果。这个时候，叶先生开始挑衅何主任。当叶先生做出枪击动作的时候，何主任终于忍不住暴起，冲上卡车来撕扯叶先生。这里王一博演的真的太好了，他轻佻的向后一躲，然后欣赏士兵们和梁朝伟的撕扯，他得意而恶意的看着这一切。何主任失控，狼狈。这时候杜布得意大笑，叶先生取得了终极信任。他和何主任演了一出杜布最想看的戏，他们知道对于愚蠢而罪恶的人，碎了他内心的恶，是你接近他的捷径，他们做到了。梁朝伟通过一场你死我活的打斗，一场狼狈的谢幕演出，把叶先生送到了杜布的内心核心，就像攻射出了他最后的一支箭。监狱大门关上后，何主任脸上若有似无的欣慰，和前文我们提到的皮鞋哒的一声，分别是给这场大戏标记了两个重要时间节点，也沟通了观众在看电影中积累的线索。最后是这支箭发出最后一击的时刻。程耳是很细节化的导演，在监狱盥洗室，杜布尚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叶先生慢慢的看杜布一眼，问你怎么还抽上烟了？这个姿态真的有些过于亲密了。于是杜布仍然认为这是依赖他的亲信，是等待他给予出路的一条路走到黑的人，放心的交代讲关于聘用日军官的机密。然后开始絮絮说自己的退隐意愿，全然觉察不到对方已经萌生杀机。直到他要脱下军装，王一博说你等一下的时候，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王一博扮演的叶先生，此时竟然是稳的。一方面我们可以说，这是他早就把杜布看作他的掌中物，早动手一会晚动手一会是没有区别的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叶先生有太多的情绪需要释放，尤其是他动脖子的那一下，
宛如眼镜蛇直立起来。杜布已经在他的攻击范围，但是杜布不只是猎物，也是仇敌。几年潜伏，为了取得深层的信任，他双手不可避免沾染过同胞的血，与毒蛇共舞，还要须臾尾蛇。这些恨意都需要被压抑、被裹藏，是经年腐蚀人的毒。这些仇恨在此刻被释放出来，让叶先生这个人显现出一种薄和锋利。观影的当时，我觉得他此刻不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民族复仇的刃，让侵略者穿着他作恶的军装被切腹，是成尔替当时的4万人发出的声音。有时候会惊叹导演的奇思和完成这奇思的能力，也会惊叹演员的表现力，像是梁朝伟皮鞋搭的一下沟通了前后剧情，顿时觉得无名其实是2个人的史诗，是民族危亡时刻的牺牲和传承。据说贾樟柯导演给无名取的英文名字是袖剑，真的是再好不过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